用水果做腐乳，大家只知道台湾的凤梨腐乳吧？可是为什么没听说过用其他水果做的腐乳呢？难道用其他水果就做不成腐乳吗？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了我们很久。今天就为大家揭晓答案。跟其他腐乳不同，凤梨腐乳不使用任何菌种，而传统腐乳离不开毛霉菌。接种在豆腐上面之后，利用毛霉菌中丰富的蛋白酶，就会分解豆腐中的蛋白质，最后得到绵密的口感和丰富的氨基酸等营养物质。而像凤梨腐乳这样的水果腐乳，却可以不使用任何菌种就能发酵成功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水果中自带蛋白酶，这就是水果腐乳和传统腐乳的本质区别。也就是说，制作腐乳的核心物质是蛋白酶。大多数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蛋白酶，只是含量或多或少，而热带水果蛋白酶的含量更加丰富，比如凤梨、猕猴桃、木瓜、芒果等等。今天咱们就先用猕猴桃来开个章。蛋白酶含量高的水果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在它没有成熟的时候吃起来很涩，有扎嘴的感觉，这样的口感恰恰是蛋白酶所产生的，这时候也是蛋白酶含量最高的时候，所以选择偏生一些的水果会提高制作腐乳的成功率。4种原材料。猕猴桃要尽量选那种捏起来硬硬的、没有熟透的果子。豆腐要选择含水量低、质地偏硬的豆腐，后期发酵过程不容易散掉。盐用来防腐和增加鲜味儿，糖可以起到防腐和护色的作用。首先把猕猴桃去皮，注意一定不要把果皮上的毛毛带到果肉里，因为上面有大量的酵母菌，带到果肉里会产生酒精的发酵作用。这是我们不小心制作失败的一瓶，会产生大量的气泡。蛋白酶的分解过程是不应该产生剧烈的发酵反应的，这时候千万不要心疼，直接倒掉，味道肯定不会好，也有可能会发酵出不健康的物质。把去皮的果肉搅碎后称重，按着1:1的比例加入白砂糖，搅拌均匀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在冰箱里冷藏3个小时。这一步的目的是用低温和高浓度的糖来破坏水果的组织结构，让它能尽量多的释放出蛋白酶。豆腐切成合适的小块，码放在瓶子里，每放一层豆腐撒一层盐，目的是吸出豆腐中的水分，让豆腐的质地更加坚硬。然后放进冰箱静置冷藏24小时，因为温度过高容易引起杂菌的污染。24小时以后，把豆腐放进烤箱，90摄氏度烤8个小时左右。先前我们用过100摄氏度来脱水，但是表面会出现烤焦的颜色，不太好看。烘烤的过程也可以起到灭菌的作用，能保证发酵过程顺利进行。烤好的豆腐表面会有很多褶皱，有一些盐霜，摸上去没有水分。脱水的目的是为了让豆腐的结构更加紧实，否则会被蛋白酶分解成碎渣。有些人可能会用自然晾晒的方法，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，因为感染杂菌的几率会大很多。接下来要把处理好的原材料装瓶，铺一层豆腐，再撒一层猕猴桃汁。这时盆底会有很多没有融化的糖，如果喜欢吃甜味重一些的，可以多加。全部装进瓶子里以后，在表面倒一点白酒，这样可以隔离外界的杂菌。最后盖上盖子，密封发酵，坐等成功。这是5天以后的状态，颜色有些变黄，会有一些小气泡产生，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，因为难免会有少量的酵母菌带到瓶子里，产生一小部分酒精发酵的作用。关于盐的使用量，这个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计算，不喜欢太咸的，可以在脱水后把表面的盐再洗掉一部分。关于发酵的温度呢，蛋白酶的活性与温度的高低成正比。根据我们的实验，只要能达到20摄氏度以上，猕猴桃腐乳1个月就可以完成发酵。发酵的时间越长，风味会更好。那要是30度以上呢，会不会提前发酵成功？这个课题就留给大家，有什么新变化，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
耐心等待1个月，就能得到一瓶果味浓郁、甜咸适中、口感细腻、营养丰富，而且发酵过程安全的猕猴桃腐乳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抄作业吧。